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嘉玲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林涛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到底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见还是不见了？扯来扯去，传了很多的这个讲法了哈。有的说谁先去看谁啊，去的那个人就输了，被看那个就赢了哦，所以他是凹，他是谁要来看我啊？那川普说呢，习近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反正川普也是乱讲一通了啊，不久的将来当然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嘛啊。那另外呢，外国媒体又说他们在6月要一起庆生，一个是呢6月14号生，一个是6月15号生，还真巧啊。所以呢，可能办6月生日趴啊。那另外呢，川习会哈，到底有没有？那这个 Financial Times 啊，就这个 Financial Times 这个说呢，习近平认为太早对习近平不利，大家都认为先去就输了，你要去等于是去朝拜别人了，所以呢不要先去。而且他们现在是看了那个泽伦斯基在白宫哈，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到时候在白宫川普口不择言，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啊，我干嘛去被你这样教训？川普现在包括那个什么法国总统啊，什么加拿大总理，什么好几个人去看他，哦，反正呢，爱尔兰最近看他说你们爱尔兰偷我们很多东西啊，你们爱尔兰什么很多，当场就骂人了。所以呢，不管是对着泽连斯基，或是对爱尔兰总理，或是其他的，他要不然就是当场教训人，要不然就是当场要别人让他什么。所以呢，习近平想说，我们跑那边去，万一被你当场这样，你那个分泰你为什么不管好呢？你为什么一年赚我3-4千亿美金呢？很尴尬嘛，所以呢，怕尴尬，所以呢，习近平也很小心哦，因为川普太不可测了，不知道会讲些什么哦。那另外呢，中国跟欧盟的欧洲交往了50年，他们本来说这次邀习近平去，以前都是总理去了，李强会去了，习近平说 no 不去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今天要跟普丁通话，因为有没有时差了哈？那到底会怎么样？哦，这个说呢，乌克兰可能需要割地。哦，割地赔偿了啊，就割地了，哦，但是乌克兰议长又讲得很强硬呢，割什么地，领土绝对不让，领土寸土不让，哦，第二点呢，我们要加入北约啊，讲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哦，第三呢，我们要永久呢都要我们把我们的军队裁减，不可能不裁减军队，我们要永久和平哦。那川普呢说，俄乌战争要立刻结束，不能再拖哦，他跟普丁会这样讲哈，而且呢。世界有一个组织啊，就是 ICPA， 就是去骂这个俄罗斯的啦，侵略乌克兰啦。那美国退出这个组织哦，因为川普讲说是谁的责任啊？俄罗斯责任也不是啊，你乌克兰干嘛要加入北约？不你先挑起的吗？哦，这是到底谁的责任？有人说他，有人说他，我退出了哦。那么另外呢，白宫国安顾问也说，领土哦，你乌克兰不要坚持的，坚持的话就谈不下去的啊。那另外呢，有人说这好像是另外一次雅尔达密约，哦，然后呢就瓜分列强一下，就把那个其他国家土地瓜分掉了。我们看一下。来到华府首屈一指的甘乃迪艺文中心，美国总统川普登上阳台总统包厢视察，这是他今年2月任命自己担任中心主席以来的首次造访。川普说要兑现选前这项承诺。Announcing and giving all of the Kennedy files. So people have been waiting for decades for this. 同一天，川普也透露美中领袖峰会终于有眉目。China coming in to top people right underneath President Xi, and he'll be com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习近平具体访美日期落在何时？《华尔街日报》报道，生日仅相差1天的川习两人有意在6月举行生日高峰会。如果成真，这也会是习近平第6度以大陆国家主席身份访美。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important call. You know, we've had calls, but we're getting down to a very critical stage, and we want to get the whole Russia-Ukraine thing.而就在可能的美中峰会之前，川普也说，在美国时间周2上午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热线。目前人在莫斯科斡旋的美国特使威克夫也透露，川普与普京的这通电话应该会有不小突破。I think for President Trump to really get a gut check from Putin on whether he is indeed interested in arranging this kind of ceasefire, or whether this is just a delay tactic. 克里姆林宫稍早也证实，美俄元首热线确定周2登场。只是基辅的乌克兰人则悲观看待这场双普通话，认为距离休战停火恐怕还有一大段距离。
好吧，欧洲现在很火大，川普法国的这个欧洲议会议员呢，说呢叫当时是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要回来，送给人家还要回来送给人家就送给人家了嘛。白宫发言人说要回来，我们干嘛还你啊？没有，我们美国你法国现在讲德文都被希特勒征服统治了，因为你们欧洲才没有掉入纳粹的手里，还骂我们讲我们什么？干嘛自由女神还给你啊？吵架了，老师你们看。我想现在天下大乱，尤其是欧盟大乱，这个中国人就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形势大好。所以呢，习近平心里头打什么算盘？我想就连王毅都说不准。他也许觉得现在欧盟虽然是50周年建交纪念了，但是呢，你看川普帮我打点好了，普丁也帮我打点好了，我现在根本欧盟很多的外交空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何必去到那边露脸现眼？我在这里道光养晦，乐观其成，我就要交代我的部下好好干，好好布局。我大可不必去欧洲，去欧洲了，说不定稍微讲错了一句话，这又变成人家变成取笑的对象。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川普。那我的看法我也是猜的，因为我不会比王毅厉害。我觉得他会给川普讲，你对中国太不好了。如果你来北京，我没办法保证中国对你会有任何友善的回报，还是我去。还说我去了，顺便看看你搞得我中国人民生活不好，退步了，鸡飞狗跳了。但是我也要亲眼看看到底你自己的人民有多好。我来。所以我预测6月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大，因为生日只差1天嘛，大好时机。那我认为这个习近平上次没有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次我觉得他会把握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2个见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高。那我觉得现在其实习近平这边多的是时间，他可以以逸待劳。他现在正在看这个3方面、4方面，欧盟乱七八糟这个其他的国家都不晓得如何是好。但是中国呢，现在没有时间的急迫感，他正在看看时间的演变。对中国来讲，短期内的未来对中国只会更好，不会更坏。反正就是说面总是要见啦，只是谁到谁那边去何时见了那北约的前秘书长他也是这个好像对丹麦的总理吧还是什么他说呢，他在台湾参加玉山论坛演讲说，不能再仰赖白宫。废话欧洲现在都这样的，这叫做以美论那在台湾就会打成中共同路人，你干嘛去以美然后呢，这会不会强化美国的依赖？你跟台湾办这个论坛呢，在那边大放厥词说怀疑美国，不能相信白宫，赖清德什么意思那另外呢，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马上上台说谁讲不能仰赖白宫？我们川普就是要维护这个承诺，要维护世界和平你们谁能够让俄乌战争停止？你们欧盟能吗？搞了几年有停吗？没有停了，现在还继续要给柴火，要继续打。只有我川普能够让俄乌战争停止。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贡献多大？你们光在讲风凉话有什么用来，石宝兄，这个鼓励演讲的话，当然说川普可以维持世界和平，可以让俄乌战争很快的停止。他的条件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乌克兰你吞进去嘛，割地赔款，然后签这个矿产协议。矿产协议的话又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就这个样子嘛。你可以看到泽连斯基他讲的话，他讲一段话，人家听得会心酸了。他说我可以下台，我可以怎么样，可以这个可以，就是说他可以牺牲，可是后代的子孙不能牺牲他强调这个东西那一段话其实讲的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他考虑到说乌克兰未来的这个下一代，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比如说现在来讲，很多年轻人就这样讲很多的家长就跟我们反映反映说好了，现在台积电去美国1000亿美金，结果川普说2000亿1000亿不是1000亿那这2000亿有没有包括原来的650亿？我们就说没有就2000亿美金。好，那
那这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它就代表我们台湾未来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几乎最热门的科系就是跟 AI 有关系的。结果你现在一来的话，那 AI 这一方面的人才，可能你就找不到工作，因为要太接近去了美国。这是第一点要强调。第二点，这次的前北约的秘书长会提到，不要再仰赖这个白宫。这里面其实大家看到一件事情了，现在整个欧盟在烧一件事情哦，要抵制美货哦。他们还有这个脸书啊，成立那个这个群组，那个群组，这个群组，那个群组，说要抵制美货。你到美国去看 Costco， 他们一看到美国东西不买，从哪一个国家来发起的？从加拿大发起的。然后呢，北欧后来，然后后来好多国家就写一个字啊，叫 We stand with Canada， 就是我们站在他的后面，我们跟他一样。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川普现在来讲，因为要再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一切就用钱来衡量，一切就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最大的利益。他不再这个憧憬你过去美国的一个多边主义，而现在强调是双边主义，因为他觉得一对一对谈他有利可图，多边的话他弄输啊，他干嘛输？钱出的最多，问题投票的输，所以这里面所以呢，全世界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现在川普来看的话，你就发现说，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已经快要我的感觉是快要类似对外会扩张他的领土他会对外会不会这个侵略的行为，某种程度的一个侵略的行为跑出来，会不会这个样子？这大家很关心的。美国本来就很有侵略性啊，美国那个国土本来就不是他的啊，去把那个印第安人都赶跑，杀很多。加州、德州都是啊。对，从墨西哥拿嘛，加州、德州，然后现在呢，这个要去拿格陵兰，要拿巴拿马运河，要拿加拿大，所以呢，美国向来就只要自己国力强的时候，都是向外去扩张领土的了，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本来就是这样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老共有军演了哈，今年已经第14次了，好像啊。大陆外交部说呢，这是有人问他了啊，这军演什么意思啊？他说对台独的严正警告。你赖清德你讲的什么话？什么赖17条啊？所以呢，正告赖清德，我们的军演就是正告你，台湾问题是红线，不要踩我的红线。所以你敢挑衅我们，你就自取灭亡啊！这是老共讲的啊。那说呢，这个赖清德是宣扬不当的台独分裂谬论，升高两岸的对立然后呢，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要办演习那另外呢，这个大陆他们说台湾是国家，台湾哪是国家？什么互不隶属？从来不是国家。那我们的外交部说，大陆这个陈腔滥调不止一驳，每次讲他的话驳你干嘛那宋涛说呢，他们对台湾的任务艰巨，要中共全社会都要理解跟支持。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仔细看那宋涛当然关系不错了，跟上面了。但是你仔细看那个台办他们有人告诉我，台办的那些人员的水准跟以前比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因为都被骂嘛，所以你们搞了半天，你们台湾工作做了个半天，做个什么东西啊？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所以呢，等于说你越来越没绩效嘛，又没绩效，他在中共的政府里面的影响力就越来越低嘛，越来越低，那当然人才就跟以前比以前差嘛，一定是这样子然后越来越没有地位，因为他就看他对台工作没成嘛，所以呢，宋涛就讲这个工作很困难啊，需要你们全社会来理解跟支持不要每天他妈喊打喊杀光就喊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支持对台湾工作本来就很难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天柱山号探测到敌军与大青山号同步，连续发射多枚炮弹，成功命中目标物。解放军近期在黄海一连好几天进行实弹演习，但同一时间东部战区也没闲着。我方国防部示警，中共解放军在台海战备警巡，果然当天下午，透过大陆官媒《中国日报》记者在大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北京官方才间接证实军演消息。中方有关军事行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合法、正当之举，是对外部势力执意纵容、支持台独行径的坚决回应。要军演没提前警告，透过官媒提问才说出口，难道是想测试国防部的掌握程度吗？傍晚，国台办也同声呼应大陆外交系统，警告赖政府别轻举妄动。赖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激怒对岸，动作接二连三。继释出淮北舰军演影片后，大陆国安部又指控4名国军是网军，并公布个资。陆委会17号晚间火速回呛中共，持续对台军事恫吓，升高台海局势紧张，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我方外交部也回应，中国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说法，背离事实，颠倒是非，也违反2350万台湾人民意志，陈词滥调，不值一驳。来我看。毛宁在记者会上面，其实他的完整讲话，除了我们刚刚看那段访问之外，他有讲哈，他说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系列错误行径，特别是修改了美国国务院网站的所谓美台关系里面的事实清单，删除不支持台独的重要表述，所以这个演习应该是针对这个而来。演习也不是说今天生气哈，上礼拜五听到这个赖清德总统讲什么，所以他其实应该是针对那个删除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字样。那你说赖清德总统记者会之后会不会有？我想一直都在军演啊，还有这个飞机一直飞过海峡中线，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军事上是一个严重的压迫。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由演转战很危险，演习到一半变成战，由训转战更危险，因为训练他根本不会公告，这几天的根本都没有公告，他直接就来实弹试射，直接就是飞机飞过，你怎么知道有几架飞机要飞过海峡中线？那个是训练，他不会跟大家公告的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快的话就下个月，南华早报如果对的话，4月。那这个川普就要去中国大陆了。那如果不对，那就是刚刚我们前段在讲的哈，就是川普希望习近平到美国去，那应该是6月14跟6月15他们2个的生日哈。那你把过去习近平访美的5次的记录调出来一看哈，2013、2015、2016都去了美国，都见了奥巴马，那是前段的部分。那2017的时候是见川普，他见过川普，这个是最有名的那个画面。他去海湖山庄见了川普之后，他说我刚对叙利亚打飞弹了。然后最近的一次呢是跟拜登2023，所以习近平一共去美国5次，但是他跟川普没有在白宫见过。所以如果最后川普不愿意去中国大陆，而要习近平去的话，那看到外电报道在讲说，那至少不要再去海湖山庄，因为现在看来安排那个生日宴是在海湖山庄，你要到白宫去，而且那个场面不要演变成是泽伦斯基那样。但因为习近平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的政治人物，然后以我那时候去这个马习会的时候看到，他其实喜怒不形于色。那海湖山庄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他不会像泽伦斯基一样丢起来了哈，突然有什么东西，所以倒不用担心那个场面。那所以为什么关注这个？因为快的话就下个月，因为他们2个一见面一定会谈到台湾关系。好，我们台湾到底在美中的定位当什么？要不然就等到6月，可能就是6月14号。那嘉玲远。我是觉得说，当然，跟反分裂法的20周年还是有高度的相关哈。他们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呢，中国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它也内部有一些压力嘛，哈，经济的压力等等。那当然它也会透过这个演习也好，军演也好，让这个外部的内部的压力，看能不能外部让它释放一些哈。所以中国本身的问题就相当的多哈。你说是不是跟赖清德总统发表的17点有关系？我没有办法断定哈。但是我想刚好适逢这个反分裂法的20周年的这个日子哈，所以他内内外外举办了相当多的活动哈，这个应该也有高度的相关。那另外一个，中国现在面临到一个压力，就是说他到底跟美国的关系如何？如果美国的这个川普他还是这个关税他还是不减，那谁要见面谁比较急？谁会比较急？当然中国会比较急啊，川普不一定要急着跟你见面啊。我既然都下了这样的决定，我也不怕大家说，我欧盟可能很多人反川，或是加拿大那边跳脚，没关系，我们就用关税来决定一切。当然是要让美国利益最大，他站在美国优先的立场上，我想他有他的想法，然后所以中国在这一个
盘算当中，他当然也要某个程度要画画呀。跟美国讲，你讲啊，我跟你讲哦，我还是有能力做军演的哦。啊，我还没有讲哦，你就应该不知道哦，哈。但是其实我们国防部，我很这个乐意看到说国防部其实他们有进一步有掌握消息。那我也要提醒我们社会大众哈，其实无论他是用训练还是用军演，或是相关的军警一起哈，这个对台湾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不就证明了赖总统讲的境外的敌对势力吗？王慧，我觉得刚刚议员提的确实了哈，就是说在这一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俄乌战争里面的这个准备停火这件事情上面，美国一直希望出来扮演一定的一个角色哈。除了这个俄罗斯普丁呢不断的开出条件之外呢，美国这边川普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一个条件哦。所以呢，就像刚刚暐瀚提到的啦，毛林他确实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美方近期在他的这个台湾问题上，相关的在他的网站上面的一个表示哦，所以这个是他这一次为什么会采取这个所谓的军事相关的这个行径的一个理由之一啦哈。但是呢，我觉得呢还是要回来看啦哈，当然我们还是不希望是用这种军事恫吓的这个方式啦哈。我们对于两岸的关系里面我自己一直从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美国的角色里面一直在想，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我们的台湾政府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是非常强力的想要介入这样两国之间的一个关系哦。但是呢，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之下，我们不是善意堆叠，我们跟对岸，我们是恶意螺旋哦，就是说他也军事恫吓，然后我们的总统也没有在这个没在怕，好就一次这个赖17条直接就给他出来了。对民众来说，其实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危险的氛围。我们要的只有安全，我们希望维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况。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统带领台湾的时候，当然要不卑不亢之外呢，对于我们民众来说，是要给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林涛，那基本上我站在一个立场，中华民国要走自己的路线，台湾要自立自强。你基本上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在针对2024的这个专章，叫做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当然是在2024新出来的战略。那你看到这么大动作的开记者会是为什么？因为王毅基本上跟这个新专章里面针对这个中国台湾省跟1国2制2个特区的概念是有汉格，所以他必须要用党的这整个的力量出来开一个很大的记者会来示谣。但是不管是 A 方案或 B 方案，我们都不认同，因为我们做中华民国，我们就是台湾，我们就是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次来讲，你自己去看嘛。宋涛在这个讲到这个类似的一个条约里面，2019年习近平的告同胞书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它只是在解决它内部自己的思想论述的地方，它不是在回应什么赖17条。因为如果他回复赖17条，你自己去看2024的这个他就任时候利剑 A，2024 B。这个祖国论的时候有125架次，这一次的整个军演是大概59架次。他如果要大动作回应你赖17条，怎么整个力度是往下降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中国看到他这个理想上的这个论述，其实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全球美中欧在干嘛。你可以看到中国习近平他是说我不出席中欧会面，他直接请总理，因为过去都是总理嘛。那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要表达一个说中国还是愿意跟美国多一点的沟通。那现在欧洲过去被这个美国好像踩一脚之后，美欧又有这个不管是钢铝还有汽车的这些关税里面，欧洲也急于跟中国来做对话。那最快下个月川习就要见面。我要讲什么？就是说这些大国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知名或是说筹码的大国，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中华民国有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过度的倾斜或过度的相信？像是这个玉山论坛前面就讲说，那你要相信吗？那以过去蔡英文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就提到了嘛，川普1.0。蔡政府还可以收到讯息，他觉得现在赖政府连川普2.0要干嘛都不知道。那请问他能够去依赖这个政府吗？而且美国到现在就任为止都还没有提确切具体对台湾的军事的安全保证，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2个主张，最后这是我的结论就最近有这个龙应台基金会在讲嘛。其实不要只有兵推，要有和平推，要有和平的方案，这是符合全台湾2300万的人民的一个思考嘛。第二个，不要再偏斜任何个大国了。现在川普2.0告诉大家的是，所有大国都在玩自己的利益。
你那种民主的语汇啊，什么反红阵线啊，只会被川普觉得被看破手脚，你还在玩那些民主的语汇，没有实质的国际现实政治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呢，赖政府如果真的要面对现在的变局，顾好中华民国自己的利益，拿筹码在谈判的过程中要小心出牌，不要底牌看光，损失的是全台湾人的利益。大神，我要回一下林涛哥的话，因为刚刚晚会表示很大的忧心，因为他担心的是和平被破坏。我觉得都不会，我要安慰一下晚会。我跟你讲，老共这大规模的军演，他讲清楚了，虽然是针对台湾，但是我是演给美国看的。那他给台湾画了一条红线，但是赖清德讲那些话，他不认为越过红线的。但是老美也给老共画了一条红线，老共也不敢动。所以看起来虽然紧张，我们费时费力，飞机要飞，军舰要绕，好像真的是很浪费很多的精力。但是没事，我倒要借这个机会，因为今天我们国民党来了2位精英啊，一位是资深的宝哥，一位是年轻一代的涛哥。我要请问你们一句话，我用6个字来结论，来总结民进党的主张。民进党是什么？拒统，同意吧？拒统。然后呢，抗中、树敌，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有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他为什么？你不要摇头，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全台湾有50%以上的人同意这6个字，对不对？过50%哦，你们不想出一个好的方法，你们完蛋了。所以呢，这6个字，我今天不逼你们，时间不逼你们。我觉得涛哥、宝哥，你们回去想一想，对应这6个字。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我不给你知道。国民党想出相对应的6个字，而且起码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拔河上，这个拉锯上，起码要拉个平手。到底国民党想得出来还想不出来？你们如果想不出来，你们不得翻身。休息一下再回来。你说什么？